军购到底怎样？民进党政府的版本是1.25兆，就是国防韧性哦。一般的预算不管了，马英九3000亿，到了蔡英文6000亿，到赖清德9000亿，那是另外的。但是另外一个特别预算，那民众党提一个4000亿，国民党呢现在说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实际怎么样，3500亿。是说呢，因为老美公布了111亿美元，所以你编的我们就1毛不删，通通编进来啊。那以后你再编，我们再编进来。那你现在没有给我们，没有告诉我们你要编多少，所以呢，那另外就是你不能够延期交货，延期交货要罚你不要守信用，类似这样啊。那如果美方确定新项目，立刻就加码那你美国你不要怪我们了，你提啦，你要卖我们什么那另外呢，徐巧芯提了一个8000亿的版本，那听说国民党智库有一个3500亿的版本，所以到底是用哪个版本，现在还不知道那一种是党团就一种版本，一种也可以委员自己提啊。有的时候一个法案10几20个版本也有啊，都是审查嘛。然后现在国民党会怎么样不知道。那卢秀燕因为要到美国去了所以呢，他宴请中北部的一些立委，然后呢，他们的传出来是说，好像老美希望9000亿，美国的底线。为什么？因为1兆2500亿，3000多也是跟台湾买的，台湾的厂商，所以你1兆2000亿扣到3亿就是9000亿嘛，就是9000亿老美的底线那而且卢秀燕说，希望不要国民党被人家贴叫做美国敌人的标签国民党不是美国敌人，跟美国都很好，怎么变成美国的敌人呢那另外呢，这个古立言也去拜会韩国瑜，就是前2天了也关切军购的条例，说韩国瑜不是说开议以后要作为最优先法案吗？要交付审查吗？希望深化美台的合作那另外呢，老共初1、初2好像突然没有来这个围台演习，初3又开始了有这个30架飞机其中22架超过海峡中线，而且离台湾越飞越近。那我们说没关系，我们有飞弹监控那另外呢，美国智库说，如果大陆打台湾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军事通讯先给你毁了，然后再接着采取其他的行动。我们看一下。防空警报响起，中共解放军迅速整军戒备，春节期间也绷紧神经。这回共军更是首度在春节中在台海实施联合战备警巡，初3提前开工，国防部共侦获10架共机越过台海中线跟延伸线。美国智库根据兵推27号更分析，台海战争可分成3个阶段，共军可能先切断网路，瘫痪台湾的民用设施，还有军事通讯，再发动大规模的预备性打击，渡海跟2栖登陆，最后突破滩头向台北推进。可能在正式开火前面就已经会有一些灰色地带的袭扰，透过海警船不断的逼近，不管是不实讯息或者是假新闻，去造成台湾民众的恐慌。对我们台湾这一边的一个骚扰是不分年节假日的，它可以去做到的一个所谓的新常态。专家点出，初3后共军活动数量断崖式锐减，有可能正蓄势待发，准备下一波演习。那台湾恐怕也要有足够的武器抵御。如今军购案，国民党智库也提出版本，仅明确支持美方已提的3500亿的既定军购案，并增设惩罚条款。若美方后续提出新项目，再对应提条例。只是这明显跟先前徐巧芯的8000亿版本不同，不少蓝委也抱怨事前根本完全没看过智库版本，认为这其中的采购方式细项有疏失。党团将再找党中央协商，确保3月6号前完整版本能够出炉。我们也会在这个版本上面提出我们对于国防上面的见解，会以最严谨的态度来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版本。如今军购案，国民党上下都不敢大意，就怕一锤打坏与美方关系跟2.26宣战。老沈怎么看？这军购到底要怎样？对我该过不过？我有很多感想，因为这件事情军购是一件大事啊，1.25兆。那行政院的案子就是说薄薄的几张，也没有写得很详细。这你是买的人啊，你应该买的人权利最大，对不对？我应该把它用买方市场来处理。现在不是啊，好像卖方的人把它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一切由我来决定。你只要开一个空头支票，好大一张1.25兆，然后以后听我的话。这个当然这个朝野这个蓝白合就把它挡下了12次。那挡下了12次，老美生气啦，古立言啊，国会议员啊，
就很多批判的话，我觉得国民党里人有人松了，有人软了，有人害怕了。那我觉得国民党不必害怕，因为你是要有道理，因为你不要一天到晚说，我怕人家说我是以美论。我告诉大家，全国居民同胞，包括跨海的美国同胞，不是同胞，美国居民，我跟你讲，台湾没有以美论，台湾谁敢以美？谁以美谁倒霉嘛，对不对？你现在怀疑川普的做法，也不见得反对美国啊，对不对？川普可能有多久呢？川普下台了，就回到原先我们认识的美国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宜川跟宜美是两回事了，是两回事嘛。但是呢，原来是那个1.25兆的政府的，那后来。这个黄国昌匆匆忙忙去美国，疑神弄鬼回台湾，然后几个小时以内就弄出一个这个黄国昌版，4000亿，但是呢，我佩服他，毕竟有一个东西，你尽量有一个在野的对照版嘛，对不对？不管它内容好坏，我没有看过，我不晓得，但是他施了一个压力，就给行政院版，就说我的比你具体，还有呢，最大的压力是在国民党身上，我这个小在野都有东西了啊，你这个大在野怎么没东西呢？所以呢，国民党就被黄国昌一逼，不得不有东西，而且他时间又很紧迫，所以我就怀疑国民党这个党团乱成一招，而且是在傅昆萁的领导之下，有东西吗？我就替国民党真的非常担心。没想到国民党智库推出个3500亿，我觉得不错因为他有一个3500亿，金额比较小。我们比较没有浪费那么多金钱。第二点，它项目很清楚，就它已经通过了，我买。对。好，第三点，我不是说只买这个，将来你有新东西，我只要看得出可以，我继续追加，而且追加的速度保证很明快。这个非常好。还有第四点呢，我买方总有法则嘛。就是说你东西不给，或者是拖了时间，或是你拖了东西到底是零件呢，还是大样的东西，各有不同的法则。这4点都是国民党版本的优点啊，请长官转达我的肯定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点。那现在我觉得我讲1、2句给还没有出发的卢秀燕听一听。卢秀燕，你的立场太软弱了，你的幕僚太不行了。你何必说我们要去排除这以美论？台湾没有人以美，包括你在内，你有以美吗？你没有资格以美的，谁以美谁倒霉，对不对？哪有什么以美论？还有你现在说私底下说他比较认同那个蜜獾巧芯，徐巧芯的版本，莫名其妙，你为什么徐巧芯的版本有比党团的那个智库的版本好到哪里呢？你不要还没有踏出国门就示弱，你知道，你这个就示弱。那未来说如果有4个，我们现在都晓得哪4个嘛？4个2028对大卫有企图心的人，你们这4位不要去比赛，包括韩国瑜在内，你们4位不要去比赛，谁比较亲美？你知道，你这个比赛是很笨的，你知道吗？我跟各位报告啊，有华府经验的人跟我讲过。1.25兆的这个清单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跟各位报告啊，国防部参谋本部啊，军事采购都有一个程序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在华府待过的，不管是国防部、外交部或什么单位的，他就跟我讲了，请问，洪泰，你这个美国的1.25兆清单到底是什么？美国国会通过的预算只有3500亿的金额，这是111亿美元啊。对，很清楚，美国有37位参议院、众议院的国会议员，要逼着立法院蓝白的委员，你要怎么样？你去看看这些人的背景，有多少人是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平常讲，连美国国防部大概都不知道我这1兆2500亿到底怎么编出来的，因为军火商还没有给他清单呢。这8年的预算，军火商大概知道前面3年我要卖你什么东西，后面5年9000亿的预算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先框列着给你，到时候反正你有通过了1兆2500亿，我到时候就塞给你就是了。这
我相信这位有华府背景的人跟我讲的话，他的逻辑是很清楚的。麻烦鼓励也不要给台湾压力。刚才大家讲的很好，大家有疑川普的，没有疑美的。美国卖给武器让台湾强大，大家都欢迎。问题是我们不能做军火商的棋子，帮军火商去买单，帮军火商去赚钱。如果谁还要坚持1兆2500亿，麻烦你把清单拿出来。接下来再回来。长官。好，台湾的兰花很漂亮哈。台湾举办了国际兰展，赖清德去说我们要对台美关税谈判有信心，不要怀疑而且要确保兰花等多项豁免农产品的关税零现在应该继续谈零那到底台美关税，人家说了，那大法官说川普这不行啊，用关税大邦来让惠啊，我这违法违宪啊。赖清德说没有意思要改变，绝不改变那另外呢，在美国已经有近2000家企业，包括 Costco 等人去告美国政府，要求退关税，收了将近2000亿美金的税退给我们那另外呢，所以呢，也有媒体说，当时他的法源不在了嘛，你要依照那个对等关税法，那已经不在了，所以呢，先达成协议的国家恐怕变成冤大头欧盟现在已经停止审了，不审了印度也开始本来要派代表谈，也现在不谈了。韩国现在1毛都没去，日本只不过答应了5500亿，只去了350亿，其他也都停在那边看看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希望台南或是台湾的兰花能够像荷兰的郁金香一样，能够让农民的生活能够更好。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对台湾在对等关税谈判当中的各项承诺也不要改变，也就是要确保我们台湾的兰花销到美国市场的时候，能够维持零关税。除了这个蝴蝶兰以外，芒果销到美国也是零关税，凤梨销到美国零关税，芭乐销到美国零关税。在美国对等关税的压力之下，还有我们台湾对美国的顺差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谈出这个成绩来。我们大家对政府要有信心，现在的政府是可以做事的政府。来，吴峥，其实政府这个前几天郑丽君副院长有出来开记者会啊，那我想整个方向其实很清楚。当然一开始在川普总统他的这个 IEPA 法案被宣告违宪的时候，其实包含我们国内也大家有人在讲的是说要重启谈判。可是其实你看，包含现在世界各国当然包含日本、韩国、欧盟，现在基本上大家本来的协议其实是目前是暂时停下来。那其实我们也是嘛，因为我们的 ART 现在也还没有送到立法院审议。那这个大概主要是因为各国跟美国签订协议中，其实本来的文本大概都有把对等关税包含进去嘛。那对等关税现在被撤销以后，当然这个文字上要去做一些抽换。可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方向是，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去直接跟美国说，哇，我的这个协议整个推翻掉，来重谈。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看到川普他的整个团队其实马上祭出相关的，大概事前也沙推过来一些后续的行政手段，包含他现在说要全球先课这个122条款15%关税嘛，当然232条款、301条款等等等等，就是说他关税作为他的一种政策谈判工具，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选项可以运用。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民进党政府现在目标就是怎么样去把我们之前在ART协议中一些争取到的优势。那再跟美方这边来去沟通，大家文本互相调整一下以后，那去把这个优势延续。那我觉得最主要2块啦，一个事情是在ART中已经有2072项，其实就包含刚刚大家提到的，本来是茶啦、蝴蝶兰啦这些品项，去输到美国是可以免除对等关税只要扣 MFN 的这个基础关税就好但是现在没有了对等关税，而且它换成122条款15%，那我们就要确认嘛，说那我们之前已经谈好了，说这个豁免对等关税，那你现在你要用122换掉对等关税，那你这122条款15%也要给我豁免吧，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事情，也就是包含大家之前关注不叠加，这我们还是要争取嘛，因为在一些例如说工具机啦这些品项，之前我们也是谈成说，虽然有 MFN 的这个基础关税跟对等关税2种关税加在一起，加在一起可能变成15+8、15+4，哇，20几%了，那太多了。
所以我们设一个15%封顶不叠加啊，这是那时候大家讲不叠加。那现在一样的问题嘛，就变成说还是有 MFN， 还是有1、2条款15%关税。那我是不是照我们之前谈好的，现在这2个加在一起，你还是要给我这些工具机啦、精密机械啦，这一个所谓不叠加的15%封顶条款。所以我想，基本上政府方案就当然美方那边他们内政问题有一些变动，可是我们就还是沿着 ART 协议的框架，把争取到的优势继续巩固下来。你有需要这么急吗？好，谈到蝴蝶兰，你说我讲话老沈有兴趣，来，我跟你讲，蝴蝶兰啊，什么时候台湾有蝴蝶兰？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我见过第一颗蝴蝶兰，是我外公种的，真的，对，而且白的，跟现在的种法不一样，它是种在枯木的上面，而且是根是这样，然后这样长出去的。那个时候我们蝴蝶兰从来没有外销的，哪有现在这个五光十色，什么花样都有？你看那个脉络非常精彩啊！但是我现在才晓得，我们蝴蝶兰的外销的毛利率是毛3到4，所以只要我们的关税稍微高一下，我们就敌不过我们的对手荷兰。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趁这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国家，你知道吗？这2、3年来，我们累积的财富，我去算了一下，现在可以跟我们比美，就个人国民的财富，现在可以跟我们比美的，就是挪威、瑞典、瑞士、美国，其他都是输我们的。我们前5名哎，很有钱哦，但是我们的钱并没有被大部分60%的人民公平的享受到。所以呢，我觉得政府应该趁这个机会，要努力让财富让大家都有沾到一点。但是呢，如果你的传统产业或者小型产业利润在5%以下的，面对未来，我敢在这里保证，虽然老费会很反对，费鸿泰会非常的反对，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过好几次，他是属于彭淮南系统的。我坚持觉得彭淮南，我坚决，我跟你讲，你是亲口告诉我的，这是我是戴什么帽子？你扯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哈，我向你戴帽子也是，你讲，我想戴你帽子，这个帽子也是你自己做的嘛？不，你说怎样嘛？不是，我是说，任何产业不包括蝴蝶兰，如果你的利益毛利率是在5%以下的，政府应该坦白的告诉你们，你们是活不下去的。今年不活得下去，5年，我觉得我们的汇率，我跟你讲，我们的问题不在关税，我们的问题在汇率啊，因为我们的31:1的这个汇率是撑不住了，将来一定一步，我认为5年内会向26，10年内会向21迈进，所以呢，政府给你时间，你要去思考转型或者是升级，你做不到的。不要说政府没给你时间，给了你时间，你赶快努力啊！你真的做不来，非退场不可的。政府尽全力辅导他们走出一条生路出来。好，来，我讲2件事啊。老沈今天啊，我觉得有点情绪，我就是在中间休息的讲你几件不爽的话，结果戴帽子。我先跟各位报告啊，货币的问题哈，我不敢讲我是专家。但是我们用个比较的方式好了，台币对美金，你觉得台币被，好像这个应该要升值而没升值，但是你要拿美金，美金有一个指数，美金的指数还是维持到96到98，美金对欧元、美金对日币、美金对韩元、美金对台币都在升值啊。都在升值啊，这是一个学问，不要用义气。第二个哈，我要跟各位报告，台湾的蝴蝶兰，你去上网去仔细看看哈，台湾的蝴蝶兰有独步全球的技术，台湾的蝴蝶兰的竞争的对手，并不是郁金香，蝴蝶兰竞争是蝴蝶兰嘛，蝴蝶兰跟郁金香是怎么比？我就香蕉跟苹果比。我觉得不差的。蝴蝶兰，我跟各位报告，台湾的蝴蝶兰，平常讲我们的农业专家很棒，它的基因改良技术哈，当这个蝴蝶兰在小花的时候进到货柜里面，没有阳光，它就好像冬眠一样，它花不开。等到了美国本土以后，货柜一打开，进到市场的时候，花就开了。这个才是竞争力啊！这是台湾农业专家大家多年努力的竞争力。平常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道理，不要讲义气。
我刚查了一下，美金的这个指数现在是97.65，97.65在100上下啊，97.65。来，那君，我觉得总统为什么这么的急？哈，就是说我们的谈判团队，在关税的前提已经是被宣判无效的前提之下，那他那个签署的协议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嘛。那总统那么急，我们的谈判团队，你到底跟美方接触了没有？去试探美方的这个意向，我们能不能够调整？通通都还没有去进行的前提之下，总统今天就说一丝都不动，通通都不改。好，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奉天承运，川普照约。所以这个川普只要有令呢，赖清德呢莫敢不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丧失我们的权益，而且也非常丧失我们的尊严。不管是欧盟也好，韩国也好，或是日本也好，现在呢，特别是像比如说韩国，他们是要帮助这个业者呢，尽快的来处理有关于退税的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呢，川普呢在关税无效之后呢，他祭出122条款的15%的这个关税，这个只有150天的效期。那如果150天之后，然后国会不再批准它不延长的情形之下的话，那我们却要去咬死的绑定的是在一个违法的15%的关税的基础之下，那这对台湾怎么会是有好处呢？我基本上这样了哈，就是说，川普被大法官打脸的，否则他不会那么生气。照理讲，你想他气得要死，因为真的打脸。他当然还有122，有301，有其他东西，但是威力比他那个对等的关税小很多了。就川普的那个力量已经小很多了，他只在那边强弩之末这边讲而已。好，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你不能赖清德他们每天在讲，兰花免税啦，芒果免税啦，凤梨免税啦，哦，这个还有什么芭乐免税，那是拿5000亿投资换来的，他不是白给你免税，所以你有答应他台积电的2500亿。再加上做这个信用保证2500亿，我不反对台积电出国，但是要台积电自己做决定嘛。今天不是你政府帮他做决定嘛？你跟美国谈什么东西啊？台积电自己做决定的。台积电说我要去美国，他就去啦；我要到日本我就去啦；我要到印度我就去啦；我要到德国我就去啦。以前鸿海也到印度啊，也都有去啊，对不对？到捷克，那他公司自己会对他自己公司最有利的判断，不是你政府引导他嘛？你政府怎么引导他呢？你有他厉害，你有他知道他未来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所以不是反对台积电到国外投资，而是不是政府替他去谈判，他自己要决定他怎么去谈判，这是一个。另外呢，因为你有5000亿才给你这个免税那个免税嘛，那现在好，假定川普说不能不给你免税了，兰花要课税，芒果要课税，芭乐要课税，凤梨要课税，补贴他就是了嘛。劳审要不要转移的再说，在目前这个阶段能够有多少钱啊？政府没有钱啊，你5000亿美金随便拿个100亿出来补贴死了，绝对足够。在这个时候就帮他，这时候大家稍安勿躁，再看看美国要怎样。美国自己都搞不清楚啊，他自己都不清楚啊，原来10%变15%，那现在还是抽10%，要不要抽15%？白宫说我们还要开会，他都搞不清楚，你急什么东西呢？所以在这种情况还要送到立法院，立法院绝对不能给他通过，慢慢看，急什么？不，连审都不能审，怎么慢慢干？那不管了，就那审不审？不行，他们违法违宪的东西，审不审另外一回事。我们为什么要审？你送到立法院，立法院自己会做决定了。基本上就是说，基本上我认为在这个时候，真的受到影响的一些中小企业，政府在这个时候把你本来要答应给美国去投资，拿一点出来补贴，它就是什么了不起的？需要再回来。